家好，我是小云，这是一个专门分享生活知识和个人经验的频道。今天想和大家聊聊，在通货膨胀和天然气暴涨的情况下，我们在荷兰每个月的生活成本到底涨了多少？在这之前，我也曾经做过一个有关于荷兰生活成本的视频，但是现在因为生活上的种种因素，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成本确实涨了不少。像我们家的情况，至今价格不变的是房贷，因为我们的房贷利率被锁定了好长一段时间。还有的就是税金，像是物业税啊、自来水税啊、医疗保险、电话费，因为他们都是有合约性的，所以他们的价格只可以1年更换一次。其他物品的价格大部分都比之前贵了许多。我们平民百姓在乎的不过就是每个月的收入足够我们生活，对吧？我们家涨幅最大的就是现在最热门的话题，天然气。来看看我们家从2021年8月到2022年6月的电费和瓦斯费。当时每千瓦时电的平均价格是22欧分，而每立方米瓦斯平均的价格是89欧分。从今年7月开始，你就会看到我们家的电费和瓦斯费有了明显的上涨，电价涨了14欧分，来到了现在每千瓦时电的平均价格36欧分，而瓦斯涨了80欧分，现在每立方米瓦斯的平均价格是1欧元69欧分，而且这两个价格会每3个月更换一次，是根据市场的现状来定哦。荷兰的电费和瓦斯费都是先预付的，每年到总结时才会多退少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电费和瓦斯费从本来每个月的162欧元涨到了现在每个月的332欧元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在网上把这个新的价格调低，但是我们无法预估天然气的价格会涨多少，我们最后会用多少。如果我们现在就把新的价格调低，到最后我们可能还要补上差额呢。荷兰其实有很多电力公司，他们都是私人民营的，我们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更换电力公司，以得到更便宜的电价和瓦斯价格。我在网上查询了一下有关于荷兰的电力公司，发现从2021年1月至今，曾经每千瓦时电的平均价格在24欧分，到今年9月每千瓦时电的平均价格在95欧分。在这短短21个月，电价足足涨了71欧分。再来看看瓦斯的价格，从每立方米80欧分到现在4欧元26欧分。当然，这些价格也包括了增值税、ODE 和电源税。你们可能就会问，这些 ODE、增值税、电源税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在这里简单的解释一下。荷兰的电和瓦斯账单是由5个部分构成的。灰色的部分就是税金，占了 46%， 这里包含了增值税、能源税还有其他的管理费。增值税是每个人都必须要付的，能源税算是一种政府补助，可以被抵免。其他的管理费包括连接管理、运输管理、电表等等的费用，它们都是固定成本。再来的就是黄色和浅蓝色的部分，它们是天然气和能源供应费，还有其他固定的交通费。在这里，不同的能源供应商会有不一样的价格哦。最后的是橘色和蓝色的部分，它们就是天然气和能源网络的使用费，这里的价格是根据运输量来决定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管道的大小。像一间中小型的餐馆，它的运输量当然比普通家庭大很多，而这个网络费用是由运输公司来定的。看了这么多费用，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，我们所用的电和瓦斯从开发转到我们家可以使用，是要经过很多繁琐的过程的，而且这每一道过程我们都需要付费，当然也包括了保养费。这也是为什么荷兰的电费和瓦斯费这么贵的其中一个原因。就像荷兰的水费也不便宜，因为它包括了污水处理费。荷兰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喝的，无需担心质量和安全的问题，但是人民也需要承担这一些费用。你或许不晓得，荷兰是有气田的，在天然气的价格上，荷兰本不应该变得这么被动，但是在 Groningen 的气田都是处于试点状态，
之所以不大量的开采，是因为天然气的开采带来了隔三差五的地震。上世纪80、90年代以来，葛村每一年都会发生大大小小几十场地震。虽然震级并不高，但是足以把人半夜震醒，或者是在墙上留下一道道的裂痕。而且葛村市政府已经决定在2035年彻底关闭天然气田。其实荷兰一直都有在努力发展替代性能源，目前有风力发电、太阳能、生物质等等，都已经占比了超过 40%， 只是发展的进度赶不上战争的速度，就像我们每次所说的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我们来说说这里的食品价格吧，它们也在大幅的上涨。我们的心态就是，如果鱼和肉的价格太贵，那我们就多吃蔬菜。但是有一些食品是无法被取代的，就像我们每日的早餐、面包、干酪、奶酪、燕麦、咖啡等等，它们的平均价格已经上涨了 18%， 尤其是咖啡，它的价格甚至上涨了 20%。也因为天然气价格暴涨的关系，在荷兰有大约 40%到 60% 的面包师已经付不起他们的能源费了。也就是说，面包的产量将会降低，而面包的价格将会提高。到今年8月，荷兰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 12% 了。荷兰现在是已经完全开放了，我们是可以在外面用餐的。不过现在大部分的餐厅价格都上涨了 40%。在疫情前，我们俩出外用餐的消费大概就是在60到130欧元。现在我们俩出外用餐的消费最低是100欧元。你说那就不要出外用餐，在家里煮不就好了吗？完全不外食那是不太可能的，人还是要有一点点娱乐。我们来做一个保守的估计吧，就是每个月平均外食2次，每一次在最低消费100欧元，那就是每个月200欧元。我来总结一下，我们现在每个月的生活成本，房贷每个月还是一样887欧元，水费是每个月25欧元，电费和瓦斯费现在是每个月332欧元，网络是每个月35欧元，我们的医疗保险加牙医一共是每个月310欧元，电话费是每个月30欧元，房子的保险费是每个月40欧元，我们每个月的自来水税和物业税一共是106欧元。在饮食方面，每个月的花费也上涨了许多，现在每个月的伙食费加杂支，像是沐浴乳和洗衣液等等，每个月的花费是800欧元。这样总共加起来，我们2人家庭在荷兰的生活成本就是每个月2765欧元。我们基本的生活成本每个月足足上涨了410欧元，这还不包括我们的个人消费哦，像是见朋友娱乐啊、理发啊、旅游啊、车费等等。你说荷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帮助人民吗？毕竟荷兰人民每个月所要付的税金也不少。荷兰政府有为所有的家庭降低电力能源税，就是从 21% 降低到 9%。 荷兰政府也呼吁所有的公司和企业家提高员工的工资，作为短暂的解决方案。但是这个短暂的解决方案根本没有得到认同，因为很多企业也在努力的生存着。现在降低生活成本的方法有千百种，像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省钱环保 APP 叫做 Too Good To Go， 它是一个超低价的餐厅食物盲盒，就是 Magic Box。 在欧洲有很多国家已经参与了这个项目，他们都是和餐馆、咖啡馆、超市、酒店合作，将当天没有卖出去但是依然非常好的食物以超低的价格卖给大众。我自己已经用过这个 app 好几次了，真的觉得它非常棒，物有所值，你们真的可以去试试看。另外一个省钱环保的 app 叫做 Foodlelo， 他们保存了那些最终没有进入超市的商品，像是快过期啦，或者是包装上有印刷的错误，然后再以便宜的价格卖给大众。如果你不介意商品上有瑕疵，你也可以尝试使用这个 app。再来的就是每年的9月1日到10月16日都是荷兰的 Restaurant Week， 很多荷兰餐厅包括米其林餐厅都会参加这个活动。
他们都会给出超级特价，平均只需要30欧元就可以体验在顶级餐厅用餐了，有些甚至还可以吃到在日常的菜单里没有的美味哦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你们那边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？记得留言分享你们的现状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每周与你们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给这个视频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